们都到齐了吧？好，现在咱们开会。在会议之前，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新上任的西南地区销售经理周小萨女士。希望周小萨经理在今后的西南地区的销售给我们公司带来一个新的突破。下面由周小萨经理讲2句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小萨，非常感谢欧总这次的信任，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可以团结努力，共创辉煌。现在我们继续会议。这次的会议中心是关于西南地区的销售代理权计划。尽管上一季度遗留下很多问题，对于下一季度公司在西南地区的销售，我部依然准备了4个基本计划和20条执行意见。萨姐，你今天表现得很不错。萨姐，跟你商量一个事儿我哥他今天进城来找我，我能不能早点回去？采访客户的事情你都做完了吗？有几个电话没有打通，这样我晚上回去以后再给他们打一遍。行，但是你要记住，电话不能太晚，要避开晚饭时间。行，谢谢萨姐啊。刘先生，这回咱们好好合作啊！没问题，没问题，这么多年了，不用说了。小萨，来过来一下。欧阳先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在等我。没关系，来，这位可是我们公司头号美女干事周小萨，是我们销售部的镇部之宝。真的非常优秀，要不是跟欧阳10多年的交情，刚才听你报告的时候我就给我们人事科打电话了，限他们10天把你挖过来，否则呢，就让我们人事科科长辞职。您过奖了。这位刘先生可是咱们今后下2个季度的主要客户。小萨，你这2天主要是统计一下，咱们散装糖酒这一块，在资源这方面可以调动有多少？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对散装糖酒的生产和销售额投入了格外的控制。具体时间的话，可能需要点时间，但是刘先生您大可以放心，我们绝对可以胜任的。好，非常好。周经理改天咱们吃个饭，也让我女儿认识认识你。我那个女儿大学都快毕业了，可还是不知道努力。周经理这么优秀，一定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向她传授传授。经验什么的真的不敢说，其实我也才毕业3年，倒是谈谈心的话，也许可以。你看，深藏不露，就是不简单。欧阳你是真有眼光啊！有眼光吧？哎，小萨，要不要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儿吃个饭？正好今天晚上有几个市里的干部要来，今年我们要大干一场，正好今晚就算开个前瞻会。欧阳先生，不好意思，我跟爱人约了晚上要回去吃饭。工作家庭2不误，这可不是一般的优秀啊！那好吧，你就先回去吧。统计方面的事情，这周5做完就好啊。哎，能借我电话用一下吗？哎，你能借我电话用一下吗？打多长时间啊？就一会儿。打给我姐姐。快点啊！后天好不好？
小撒，回来了。我看你最近挺累的，给你炖锅鸡汤补补身子啊。快递送来了吗？啊，没呢。那你不知道打电话问呀？我查了一下物流，应该明天到。明天要不到啊，我就查一下啊。哎，你的季度报告怎么样？先吃点东西，吃完东西早点休息。我累了，不想吃。哎，你最近怎么那么累呀？你不是废话吗？我最近每天晚上几点回来，你不知道呀？许斌，哎，你在洗碗了？那个鸡汤给你保温了，等一下啊。今天怎么了？老板对你的季度报告不满意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这种单位做事，有没有硕士学位都一样，只要你是个女的往台上一站，你说什么根本就没人听。你升职那么快，有人不服你很正常。行了，赶紧吃，吃完早点睡觉。又来啊！谁呀？喂？哎呦，你醒了？别哭了，你姐一会儿就回来了。对不起，我不该来，我不该来。我先出去。你好点了吗？哎，谁让你在这抽烟的呀？要罚款的。这儿又没有牌子。你有没有常识？这是医院。行。你妹妹呢？不累了，睡着了。我上次见她的时候还挺小的，现在长得挺漂亮的。上次见面都6年了。哎，那护士跟我说，给她换衣服的时候，她身好多伤哎。我知道，他就是因为这个跑出来的。那护士还说，她缺血，身子很虚。他刚做完流产手术。
跟她男朋友？不是男朋友，是未婚夫。洞川前一段时间跟村里一伙人闹架闹得厉害，经常喝酒，经常打架，喝多了就拿圆圆出气。他看出来圆圆要跑，就天天跟她要孩子，结果把她肚子搞大。真够混的。那你怎么不去法院告他呢？告什么告呀？洞川的爷爷是我们那儿的村支书，你知道书记在我们那儿是什么概念吗？云这次出来，他爸妈都是要跟着倒霉。那你真打算把他送回去啊？不是你这正义感哪儿来的呀？一点都不像。她不是你表妹吗？还用你说？我跟洞川要了7天的时间，看看怎么在这1个星期里，让洞川不敢再欺负人。啊，那个出院手续办的后天，出院以后就让他住咱们家吗？姐夫，姐姐呢？啊，公司有点事儿，先回去了。姐姐好忙啊。还行吧，以前就挺忙的，最近公司有个新的项目，更忙了。姐姐在城里是挣大钱的吧？也谈不上大钱，反正比我多点儿。啊，对了，你不用担心啊，你住院的费用你姐姐能负担得起。哎，其实姐姐挺不容易的。我记得当时姐姐家说要供姐姐城里送大学，我可羡慕了，因为当时我们老家环境不好，每个家呢只能供1个大学生。姐姐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就上不了了。后来我上学那会儿呢，家庭环境就好了，然后每个家呢都能供大学生了。可是我又不上学了。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姐姐的时候，还是你们结婚的时候呢。你姐姐不是每年都回老家的吗？姐姐回家通常都是第2天就走，我家离她家有大半天的山路。有一回我想姐姐了，就说她要回来了，就摘了果园里的桃往她家走，走到天黑了才到，桃都嗑坏了，结果姐姐上舅舅家去了。晚上我必须得回家，第2天起了个大早又往那边赶，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姐姐还是走了。听叔叔说，姐姐知道她来过，第2天一早起来去集市，还给我买了新衣服跟新裙子，一直等了好久，最后车误了才走。我们那里的车每天就1班，错过了就没有了。啊，那个洞川经常打你吗？他脾气不太好，而且最近几个月一直都在喝酒。他一喝酒呢，就乱发脾气。他身边老有一帮人，无论他做什么，一直跟着他。行了，过去那些不开心的就别想了。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病养好，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买点水果。那个，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你倒是说哪儿不舒服啊？要不我给你叫医生啊？我想上厕所啊。我倒是能把你背到女厕所，你自己上得了吗？不知道。男厕所你也去不了啊。那怎么办？憋不住了。林总，今天的菜还行吧？还可以，还可以。多吃点啊。哎，好好好。萨姐，我听说你可是酒场豪杰呀，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林总，您比我大，叫我小萨就行了。哎，那怎么行呢？萨姐，你这么年轻又这么牛，这个项目由你来全权负责。我不跟着你，我们公司就跑错方向了。这么说，林总您决定了？今天出来喝酒，只谈风月，工作的事呢先放一放。
林总，我不知道在这种地方可以谈什么，但是您今天约我出来就是谈生意的，您该知道的呀。萨姐，你这么说可是不给我面子呀。林总，您今天约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没有什么时间。您说我不给面子，说是要谈谈产乡县的细则我才来的，现在您又说谈生意不给面子。林总，您这个面子可真不好给了。林总，您这才喝了多少酒啊？就聊这聊那的。既然您知道我们经理是海量，何不多拿出点诚意来呢？服务员，把我存的那瓶酒拿上来。这可是米乐园产的 TBA 冰酒，94年的，跟我这瓶酒比，你们谈的那几个细则值几个钱呢？这就是我的诚意。萨姐不想尝尝？经理，我们这下可把林总给得罪了。你说就算合同不签，我们酒也可以喝嘛？拿人手短，吃人嘴短，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本来就是我们求他们办事儿，怎么变成我们拴门走了呢？生意可以不做，原则必须要有。这个人一看就是想跟你我上床。我们有那么多的合作伙伴，总会有人真心看重我们的实力。瞧瞧，你总是这样占小便宜，你早晚会吃大亏的。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我还有事先走了，你自己打车回去。先生，干嘛？我表妹从乡下逃回来投靠我，你说我怎么办啊？家里人没人管，说实不行。为什么呀？家庭暴力。这事儿你听我告诉你，千万别让他回家，逃回家更要命。不回去，不回去住你家呀？这是你的事儿，你挑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住我家倒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表妹比我年轻，而且比我漂亮，我怕会有麻烦。是怕许斌？你说他会吗？我不好说。没什么闲，装的就好像你说我就会听一遍。这么跟你说吧，这事儿你听不听，我也不说，因为啊，那是你跟老公，不是别人。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奶要娶亲。啊，哎，你不减肥了？不减了，天天喝酒还减什么肥？最近有陪客户。哎呀，妹妹，你喝吧，你喝了我就给你签。各种癞蛤蟆。真挺要来，第一遍，来奶油曲奇。要是中的话，你说一声啊。嗯。刚才护士给他擦背，他说痒。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把饭拿去热了吧，跟护士站要一个一次性饭盒，这碗不能放进微波炉。
那我去了啊。那我下班我来订菜。谢谢。这有什么呀？姐，你给许东欢打电话了吧？打了，他呀一句人话都没有。哎，他就那点本事，说带兄弟出来骂仗，说出来都是重的。我爸妈还好吗？还好，我呀就怕你回去以后会被报复。你还有回去的打算吗？就算背叛我爸妈，我也不打算回去了。姐，你要是为难，就把我送到火车站，我随便找个站下了，你以后也不用为我操心了。你打算好去哪儿了吗？知道。你跟许东川说送我回去了吗？说了，不过我改变主意了。出院以后你就先住我家吧，等想好去哪儿再走也不迟啊。可许东川会找到北京来的呀，他真的能。他呀，也就在村里有本事，来了大城市，他什么也干不了。那太麻烦姐姐跟姐夫了。那有什么可麻烦的？你姐夫1星期才上2天的班。啊？怎么了？他跟我说，他是请假来照顾我的呀。他的话你也信？谢谢姐。没关系，你呀也别哭了，多想想事情该怎么解决。以后不要再逃跑了，你都把爸妈吓坏了。嗯。饭都热好了。啊，那个火车站也没有饭盒，我把那个汤倒在饭上热。行吧，那先吃饭吧。刚才我在外头跟护士聊了一下他出院手续的事。你要是带钱来了，咱们现在去把手续办一下。好，行。你先吃饭吧。什么事儿？真的要把他给送走了？你最近是不是喜羊羊看多了呀？天天带着。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说正经的，你想怎么样？别把他送回来，让他住咱们家。住咱们家？许东川找上门来怎么办？爸妈被报复了怎么办？你不是有他电话吗？给他打电话，跟他谈条件。谈条件？你干嘛不去谈条件呀？家里多一口人多多少事，你知道吗？那不是你妹妹吗？那是我妹妹，又不是你妹妹，你瞎操什么心呀？有本事你自己去谈去，要不然少管闲事。你晕车吗？要晕车你坐前面。不晕。走吧，师傅。姐夫，我以为你有车呢。你姐有。昨天晚上你跟我姐在过道里是不是吵架了？啊，那个不是因为你，你放心吧。你姐呀，就是嘴硬心软，到最后还不得把你接回去？我姐对我其实特别好，给你们俩添麻烦了。怎么了？啊，没什么。你看什么呢？在看城市里的树啊。树？嗯。这有什么好看的呀？这些树都是我们老家没有的。小时候，我跟我爸也进过城，发现城市里的楼房、汽车其实都差不多，只有树，每座城市都不一样。
我觉得大城市里每条街道都种满了树，而且呢，都是我们老家叫不出名字的。如果到了一个城市，发现这个城市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那我觉得这就一定是一个大城市。挺好的。云云，你先住这屋，别嫌弃啊。哇，这屋子好大啊！嗨，就那样吧。你姐说过2年再换个160平，不过我倒是觉得我们俩也住不了那么大的。你们俩为什么不早要个孩子呢？哎，今天你出院，为了恭喜你出院，今天晚上做顿好的。你会做饭吗？会一点儿，但都不是什么上台面的东西。嗨，没事儿，来给我帮个忙。经理，咱们该吃饭了。我也饿了，等忙完吧。现在都下午4点了，你说这什么客户也不能让咱俩这么工作呀。今天跑了几家客户了？7家。重点有几家？2家。再跑3家，再跑3家我们就去吃饭。姐，你不是吧？我们俩开车去找一快餐店也就分分钟的事儿，你不至于这样吧？车停得太远了，我们忙完再去吃饭吧。喂，怎么了？我妹妹不会给你打电话，她也不会回去的。哦。我想好了，就按你说的数吧。你放心，钱我肯定会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了，这2通电话我都录了音。你要是以后敢反悔，我就把你告上法庭。那最好了，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今天晚上我就会把钱打给你，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菜来了。哇，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会做饭的男人。这要是在我们老家，男人是不下厨房的。这都是陋习。女人能挣钱，男人为什么不能下厨房做饭、洗衣服？好像……我说你吃个饭的表情怎么跟中了邪教蛊惑似的？对了，我姐姐回来吗？我给打个电话。你好，麻烦我问一下，政务公证和备案的业务该找谁啊？这边走到头，左边的隔间找陈律师。好，谢谢。喂，干嘛？喂，你几点回来啊？我这边还有点事儿。今天不是云云出院吗？咱们答应一起吃个饭的吗？我知道，我这边有事没忙完呢，改天再一块吃吧。那还给你剩吗？不用了。不回来了，也不知道成天在忙什么，先吃吧。还是等等他吧。等，那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有的时候半夜才回来呢。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回家，不等我姐回来吃，太不好了。你是生活在哪个年代的人啊？我就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吃吧，来，补充点营养。来，吃块肉。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想家了？不是，我是觉得这个地方这么好，就不是我该来的地方。如果等你主动上来把我接回老家去，要把我关起来，我就见不到这么好的地方了。好吧，我跟你姐啊，是不会把你送回去的。可是赵东川会
找到北京来的呀？云云放心，云云啊就住在这儿，谁也不能把你带走，啊。衣服都湿了。没事，晾一晾就干了。不好意思。这都是小问题，要不我带你出去散散步。都这么晚了，去哪儿啊？这城里啊有好多的商店很晚才会关门的，还有些地方跟游乐园似的。你要是不开心啊，我就带你出去走走，把那些该忘的事儿全忘了，以后的路才好走。可是我觉得还是太晚了。我明天可以再请天假呀。可是姐夫1个星期不是只上2天班吗？谁跟你说的？许斌，圆圆，许斌，你看那个，今天开心吗？开心。这里比我们老家的可大多了，又好看又漂亮。那你还想去哪儿啊？这里有没有电影院呀？电影院？对啊。哎，这个商场就有。哎，好像在那边。真的？你想看什么电影啊？哎呀，我又没怎么看过电影，看什么都行。管他呢，有什么看什么。走。好呀。姐，我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那个散步去了。散步？这都几点了还散步？你不知道我妹妹还在养病吗？我们刚才吃完饭，我觉得头有点晕，那个就叫姐夫陪我出去透透气，顺便在社区医院坐了一会儿，买了药。你不能着凉，以后别走夜路了。对了，我今天去逛街，给你买了几件衣服，
来城里啊，得穿得漂亮点，以前没机会给你买，这次都给你买齐了。姐，这衣服一定很贵吧？放心吧，没给你买贵的，都在打折促销呢。漂亮吗？漂亮。对了，我给你临时办了张卡，你先拿着用。哦，我不要了，姐，我不要了。拿着。还有这个手机，是我之前用过的，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买，你先拿着。谢谢姐，不客气。你对我真好。你喜欢就行。哎，欧总，我正在去酒厂的路上呢。哎，您放心吧，这事儿肯定给您办妥。啊，好。小崔，照片弄好了吗？怎么还没弄呀？什么事儿？你说。你搞错了，那是我妹妹，她刚来京城，我让许斌陪她2天。行，没关系，这事儿你别跟别人说。我说你这个，不好意思，萨姐，你老公电话找你。不好意思。你干嘛打到这儿啊？你手机关机。我在开会。你妹妹洗澡的时候晕倒了，可能是血糖有点低吧？怎么办啊？要送医院吗？她现在怎么样了？像是睡着了吧？没事就好，先别送医院了，估计她还没缓过劲儿呢。那好吧，那我先陪着她，等你回来再说。等等。怎么了？没事儿，我晚点回去。好。哎呀，你醒了？啊，我刚才在洗澡。啊。我晕过去了。是你把我抱上床的？是。你刚才晕过去了，我就是给你换了件衣服。你没什么吧？没事。刚才什么都没有，你不用担心。不好意思，是因为你是我姐夫，所以我才……没有，那个你不用想那么多。我去给你冲杯咖啡吧，你换件衣服。来，喝杯咖啡提提神。一会儿再喝吧。也好。他打你吗？那刚才你身上那些，就是做那事儿做的，
而且他次数特别多，每天晚上都。那姐姐跟姐夫也这样吗？啊，对不起啊，我不该问这些。没有，就是，唉，其实我也不知道洞穿那个算多还是不多。我跟你姐姐这方面有障碍，我们已经好多次都没有好好做。啊？可是你们都结婚6年了呀。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吧，还挺好的，要不然也不会挨这么多年。后来你姐有了工作以后，这回家以后总发脾气，总吵架，弄得心里总是有障碍。我现在都是背着你姐姐睡觉的。姐姐就是脾气不太好，在进城之前，她跟我们家所有人都吵过架。有一次，她跟她爷爷吵架，她爷爷都把她赶出家门了。结果最后干脆把她的名字都从族谱上给删出去了。还有这种事儿？姐姐结婚那阵儿，我就在想，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受得了她呢？结果到了家之后，发现还有像姐夫这样对女人的男人，这要是在我们老家啊，做梦啊都梦不到。看你说的，真的，在这里还有人给他洗衣服做饭。在我们老家，有一次他使性子不洗衣服，结果叔叔就把他的衣服洗干了，不给他晾干，结果第二天他都是穿着湿的衣服去学校的。你姐还有这种奇葩的事儿呢？多了，我跟他不住在一起，我有的时候就住过他家几次，每一次都得闹出笑话。哎，还有什么事儿？你再跟我说说呗。好呀，好呀，比如呢？哎，我刚才跟你说那事儿，别跟你姐说啊。我知道了，姐夫。姐姐回来了。应该不是啊，她说的今天会很晚回来的呀。你不是带着钥匙呢吗？敲那么响干嘛呀？你刚才干嘛呢？这么半天才开门。没干什么呀，跟云云聊天来着。姐，你回来了。没事，你好好休息吧。你干嘛呢？我怎么了？不是，你怎么对谁咬谁呢？我关心我妹妹，怎么了？这都几点了，你还看电视？饭你做了吗？菜买了吗？你打算让我跟云云喝西北风啊？剩菜剩饭都在冰箱里呢，给你留的鸡和鱼动都没动呢。所以你就没事干了是吗？昨天有剩饭，没人告诉我，没吃完，现在怪我了是吗？你又犯什么病啊你又？星期天就让你洗的衣服，到现在你都没有洗。还有整天在家里，你也不知道收拾一下，乱得跟个鸟窝一样。我说过旧报纸要放在柜子里，你为什么不放？你以为你1个月挣几个钱，花不完了是吗？有事说事啊，别没事找茬。哎，欧阳先生，还没有呢，现在要送吗？欧阳先生，实在不好意思，那我现在回公司吧。您能让小崔在公司等我一下吗？好。哎，你晚上回来吃饭吗？经理，
累了吧？有一点儿。给你的文件你别忘了。嗯，知道。经理，你看你这么累了，要不我们去泡个温泉按个摩吧？不用了。那我们去喝2杯？不用了，你记得把文件跟签名的事儿办好。明天还有会要开。好，知道了。拜拜。这个母夜叉，软硬不吃。怎么了？东欧先生的故事你听说过吗？就是这个把蛇揣回家那笔，听过。不是把蛇揣回家，是家里有人居心叵测在等着蛇呢。这事不妨。来，喝酒，一醉解千愁。来，喝酒。这杯免费，你尝。哎，你别喝这么快啊！你还开着车呢，我又没。我开车去哪儿啊？人家金屋藏娇玩得正欢呢。我去扫视一下。你话也别说太狠，毕竟是你妹妹。我问你，我当初问你要不要接我妹妹来家里的时候，你是不是早就料到我今天？你拿我当什么了？我挑大神的，未卜先知啊！啊！再说，家里多个人，有点摩擦，正常。我真的不想回家。不想回家也行，不想回家找个酒店开个房间一晚上没事。郭峰明，你就不想接我回家吗？我叫你别喝这么多，这白兰地烈着呢，说胡话了都。我没有喝多。正常男人听到我这句话，是不是应该说你来我家住啊？我知道了，你给我下套了，是不是？我一说你去我家吧，你说不去，那就显得你高大上，我就进你套。我怎么说那是我的事儿，你是不是应该要有基本的诚意啊？我最基本的诚意就是你跟你家里人闹矛盾，我把你接回家，这不是事儿，不是事儿。你狠，再拿一杯酒。行，酒管够啊。Timmy，咱这最好的酒放哪儿了？放哪儿了？你给啊？圆圆，吃饭了。姐夫，你干嘛？你听姐夫跟你说，你以前跟姐夫说，你不是不想失去这些东西吗？姐夫答应你，将来这一切东西都是你的。你跟姐夫相处这么长时间了，姐夫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的，姐夫不会骗你的。那姐姐呢？我会安排的。
好点了没？挺好的。好了吧？嗯，上次跟您谈的事儿怎么样了？想办这种事儿的人多了，我一概不见。那您也不想见我吗？哎呀，巧儿还是蛮听话的，所以说，巧儿的事情我是想听一听，但是我这个脑子呀，嗡嗡乱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止。那您说怎样才能不让你的脑子嗡嗡乱响呢？你说呢？侯老板这么快就要走啊？是啊，这两天忙，过2天再来看你啊。那我那件事儿怎么办？很简单，只要有资料就行。供应商、零售商有资料，那么做这个事儿就不用通过你们经理了。如果你们跟经理有仇的话，那你完全可以越过经理，把事儿办了。可是这事儿要是让人发现了，瞧瞧我可就这一份工作呀。你怕什么呀？有我呢，啊！好了。进来。欧总，怎么样？报表出来了吗？都交上去了。哦。年轻人状态不好的情况很正常，但是得赶紧调整啊。前一段时间不好意思。什么原因？因为家里的事儿。家里的事和公司的事一样，是正常。但是你要赶紧调整一下，解决一下。这次去西南参观生产线的事啊，我准备派你去，准备以半出差半旅游的形式，这样呢，你也可以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心态。谢谢老板。好，
那你就回去准备一下吧。这次去云南有什么想让我给你带的吗？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云南有什么。你这次去几天啊5天。我吃好了，姐姐叔你们慢慢吃。圆圆，在这不比老家，做什么事多小心点儿，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也是要结婚年纪的人了，还有什么被骗似的？姐夫，谢谢啊。姐姐，不用了，总之你们俩注意点就行了。那个自己打车走吧，就不送你了。本来没打算让你送。姑娘，要不然咱们绕一下吧，我估计一会儿上二环的话得堵啊。姑娘，我说咱们要不然绕一下好不好？师傅，不好意思，咱们还是回去吧。哎，孙巧，过来。老板，经理呢？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啊？他不是说生病不来了吗？谁跟他说可以不去的？那要不我再叫叫他，让他过来吧。
你怎么回来了？没干什么呀？哎，你不是出差了吗？你让我进去。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问你在这干嘛呢？别生气。别动我！手表。厨房。哎，不是，我说你们下午怎么搞的？贴了通告说下午全楼的表都要抄，你们一直在里面闹腾，动静还那么大。这表在里头。有什么事你们晚上整，白天整怎么整？别喝了，你别喝了。给我。弄得桌子上都是。给我。不给。你想开点，他们也许就是场误会。你非要让他们当面做给我看才算吗？这个你也得仰面说，这事情不能跌倒。哎，给我松手，给我放手。没人说。带我去你家。不行。你怎么这么没劲啊？哎，去哪儿你？回来！别咬我！你起来！别咬！我没咬你，我没咬。你睡好，我你睡。哎呀，别咬！
到不到呢？你问谁呢？你负责找演员，我问你到没到呢？是啊，到不到呢？你负责找演员，来没来呢？来没来呀？来没来？来了。这个是啊？啊，这。哎，不好意思，先生几位，麻烦你出来一下，好不好？不要吃了，好不好？哎，麻烦你出来一下。哎，我问一下，这都你找的啊？啊？这都谁呀？哎，我那一线大腕儿演过都教授。不是，先生，我问一下，咱是来录电影，能不能把你这牙弄一弄？烤瓷的，人烤瓷都是白的，烤糊了。干嘛呢？怎么了？不行，我觉得我还得把姐姐找回来。你呀，省省吧，这么大的北京哪儿找去呀？以后啊，你就在这儿住，反正这房子是我的。好的，我知道了。孙总，真不好意思，今天市长约了我们老总见面，所以他可能真的没时间过来了。大集团是吧？这是原件，上面的章和签字谁也伪造不了，拿回去看看，回去跟你们老板说说，看看下次谁来见我。哎。自己看，自己看看吧。怎么了？怎么了？昨天晚上一晚上有9个客人打电话给我要求退订，啊？你看看，那些订单价值基本上是咱们1季度的全收入。有人挨个挖我们的客户，这个人不只有我们和所有顾客的互动信息啊，他们还知道客人订单的具体价格，他们怎么知道的？小撒，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最近工作一直不在状态，很多人都怀疑。这事跟我没关系。外面的同志都觉得你出卖了公司，要求辞退你。如果不辞退你，他们就走。你让我怎么办？承蒙您照顾。以后就咱俩过了。那你可得按时上班啊。现在啊。对。那你把窗帘拉上。不，这样挺好的。啊。
干嘛？许斌，家里没有米了。你哪儿呀？没有钱啊。钱包里拿不完了。找了，没有。你们卡里还有多少钱啊200多吧。200。对了，你那个工作找的怎么样了？吃饭呢，烦不烦？许斌，许斌，对不起。